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新片遭心理专家差评仅3分，央妈发声力挺逆风翻盘，向阳花撕开女性苦难的幕布，让镜头从被凝视的客体转向握紧命运选票的主体。央视盛赞影片展现刑满释放女性重返社会的动人故事。人民日报直言女性本不该被定义，不必追求完美。赵丽颖以高月香等角色诠释真实生命力，从傻白甜到服刑母亲，每个血肉鲜活的形象都印证着她无需转型，她早已是握紧表演权杖的叙事者。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没想到有一天一直战战兢兢拍戏的赵丽颖也会深陷非议之中。起因是 CCTV6 电影频道请来了一位心理专家谈谈自己对于赵丽颖新电影《向阳花》的看法。这位心理专家表示，剧情表达和人物塑造有点失真，所以自己只能打3分，就是把一个女性之间的温暖、女性的力量全部写成了哥们一起，投射出男性的行为。在专家这里，女性太刚强也不太好，可谓是100个观众就有100个哈姆雷特。结果没想到有心之人利用这一点开始塑造赵丽颖转型新电影失败的舆论，用截图拼凑相关评价，断章取义的去描述，认为央视对赵丽颖的新电影很不看好。实际上赵丽颖的新电影是得到了央妈的力挺。专家的看法是剧情有问题，因为女主角当服务员的时候在饭店遭遇了搜身环节，但是女主角应该在经过劳教之后知道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是不允许被搜身的，所以这里人设 OOC 了，应该说你们违法了，不该搜身。而专家认为另外4个女性塑造的不理想，失真原因是因为胡萍纹身刻板印象，现实生活中没有邓红这么好的人。从某种意义来说，一些专家有时候也是缺乏一定生活体验，一味否定自己没有看到过的人和事物，何尝不是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呢？央视在点评中主要风向是大力夸赞向阳花做得比较好，主创去展示女性苦难的时候，对这个女性处境赋予了一种感同身受式的同情，是去展现她们在苦难中崛起的力量。当我们在争议中追问女性苦难是否被滥用，如何将镜头把女性从被凝视的客体变成握紧选票的主体，希望其他电影也能找到命运自主的勇气。双引号，向阳花并非消费底层女性，而是展现底层女性，尤其是服刑女性和弱势群体，她们的一些被剥夺感，诠释出狱女性如何重返社会的动人故事。赵丽颖近年电影表现也被评价为可圈可点。在人民日报看来，女性本不该被任何人定义，也并不必追求完美，应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不是女孩子该有的样子。光是看向阳花一些海报都感觉到热血沸腾和燃。该片讲述母亲高月香为给女儿购买价值20万的人工耳蜗，铤而走险，被判刑入狱，出来后结识了4位姐妹，一起挑战命运，好好生活，向阳而生。过去大家总喜欢聚焦在男性为主角，克服生活困难，觉得很热血啊。其实女性们也很容易团结在一起，去解决难题。目前向阳花豆瓣评分 6.6 分，评价3颗星的居多，觉得电影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需要前进的地方，评价中肯。此前赵丽颖的电影《乔妍的心事》评分为 5.3 分。此外需要做对比的是，朱一龙、倪妮主演的《消失的她》豆瓣评分才 6.2 分，朱一龙的人生大事才 7.3 分，所以赵丽颖新片评分还算可以的。从漂亮女性、美女、古装玄幻剧到农村女性、底层女性、挣扎的一线女星，现代都市剧、社会剧集聚焦底层困难人士，赵丽颖的转型很成功。一路走来，她享受过鲜花和掌声，也经历过无数提名，多次提名个白玉兰视后，成为金鹰视后、百花女配、飞天视后、金鸡女配。相信未来她一定可以成为白玉兰视后、金鸡女主。
央妈认为赵丽颖颠覆出演了刑满释放的不完美女性。赵丽颖不需要转型，她什么角色都能驾驭。从傻白甜的珊珊、大女主陆贞、女将军楚乔、魔教妖女碧瑶、玉无心、俏皮可爱大小姐尹新月、女特务胭脂、谨小慎微但又会为了爱的人不顾一切的明兰、农村女幸福、成功女企业家许半夏、神女沈黎、聋哑母亲郝秀萍、勇敢寻子李红英、大明星乔妍，还有最近的部绝对善良但挣扎向上努力生活的高月香，每一个角色都有血有肉，都能让观众感觉到是真实存在且充满生命力的。相信赵丽颖接某个角色，一定是角色身上有某一个能打动她的品质和特点。她想成为她，想体验她不一样的人生。永远是赵丽颖的观众，相信她所诠释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带给人不一样的力量。好的，以下是根据你提供的主题所撰写的约2000字中文讨论结论及给观众的深度感性寄语，不加小标题。电影《向阳》花自上映以来，便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赵丽颖作为这部影片的女主角，以其精湛的表演和极具代入感的情绪感染力，收获了观众的大量好评。然而，就在观众沉浸于影片传递的情感力量之际，一位心理学专家却在公开场合对赵丽颖的演技打出了3分的低分，并直言其表演缺乏心理层次。此言一出，立刻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与此同时，央视作为主流权威媒体却坚定发声，趁该片展现了底层女性在绝境中的坚韧与崛起，并充分肯定了赵丽颖所诠释角色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力。这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也让公众对于演技评判的标准与意义展开了更深层的思考。其实，赵丽颖近年来在角色选择与演技挑战上的进阶是有目共睹的。她不再停留在以往古装甜宠剧的舒适圈，而是主动选择贴近现实、贴近社会议题的作品，尤其是像《杨花》这样一部充满张力与情感波澜的作品。在影片中，她饰演一位被生活压弯了脊梁却不愿屈服命运的女性。她在黑暗中挣扎，在风雨中前行，最终用自己的坚韧与沉默呐喊出女性群体在社会中长期被忽视的声音。为呈现好这个角色，赵丽颖不仅牺牲了外形美感，顶着素颜毁容式出镜，甚至为了真实表现角色状态，在片场一场浴戏中连续淋浴12小时，最终体力不支晕倒。这样的付出，若只以3分来评判，未免显得有些武断和狭隘。央视等主流媒体的支持并非空穴来风，他们之所以力挺赵丽颖与向阳花，正是看到了这部作品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重要价值。当代影视作品不仅仅是娱乐产品，它们更是社会现实的镜像与文化议题的探讨平台。向阳花直面女性困境、家庭关系与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赵丽颖以其细腻的演绎赋予角色真实的痛感与希望的光芒，使得观众在共鸣的同时，也唤醒了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她用一场又一场的情绪爆发，一次又一次的眼神转折，去刻画这个角色复杂而立体的心理轨迹，而这份沉淀下来的演技，早已超越了以往的甜妹标签。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心理专家的专业视角可能有其独特的观察角度，他们对于心理演绎的评估更多聚焦于人物心理转化的逻辑性和节奏掌控。但影视表演是一门综合艺术，既需要理性的结构，又需要感性的流动。在观众眼中，赵丽颖在片中的表现已然足够令人动容。她哭不是表演哭，而是角色灵魂的撕裂；她怒不是脸部夸张，而是压抑到极限后的反扑。这些细腻的表达，正是她在这条转型之路上不断学习与摸索的成果。从偶像到实力派，从收视女王到挑战大银幕，赵丽颖用一次次角色突破，一场场演技拼搏，向大众证明了她并非流量空壳，而是一位真正懂得沉淀和打磨自己的演员。而今，这部被央视力挺的《向阳花》
不管是票房上的胜利，还是社会话题的热度，都说明了一个事实：赵丽颖所付出的努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理解并尊重。写到这里，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对所有支持赵丽颖的观众说一句感谢。在如今这个信息过载、评价碎片化的时代，坚持去相信演员的成长，愿意去看一部作品背后深层的社会价值，是极为珍贵的事。每一个角色的成就，不仅仅来自演员本身的才华和努力，更来自你们的陪伴与理解。正是因为有你们，才让一位演员的职业之路不再孤独，才让那些真正愿意为角色疯魔的表演被看见。未来的赵丽颖会继续站在前行的路上，或许还会迎来新的挑战与争议，但她早已学会用沉默回应非议，用角色说话，用作品赢得尊重。她的路才刚刚开始，而属于中国影视的黄金年代，也正因为有无数像赵丽颖这样不断探索、不惧转型的演员，才在光影之中一点点明亮起来。让我们一起继续关注、支持这样勇敢追梦、坚持创作的演员，也期待在不远的未来，向阳花能成为一代经典，而赵丽颖的名字也能在更多高质量作品中熠熠生辉。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